Hello，大家好，我是达达。然后我们今天在昆明的南墙街，然后这边跟长沙的步行街还挺像的。今天我们准备在这边逛一下，然后在这边吃个晚饭，顺便带大家看一下吧。虽然这边的步行街跟长沙的还挺像的，但是我觉得这边要更好看一些，然后装饰的也更好看一些，就有各种的灯啊、树啊、绿化也要更加的好一些，我不知道为什么。某个人在里面去逛优衣库去了，他想买一件 T 恤。他逛街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可以逛得过他了。他真的很能逛街，他可以去逛一家商场，然后每家店都走进去试一下的那一种。我反正跟他一起逛街真的就是很累，我逛不过他。是不是开服装店的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职业病，看到跟衣服相关的东西，就必须每家店都要看一下，确认款式之后再买，逛够。像之前他还在做服装的时候，他去广州进货，我去过好几次，每次他都要在进货的地方逛上那么几天，都真的是遭不住。发现昆明有很多这个什么霸王茶姬，好像是一个昆明本土的品牌吧。我感觉它的味道跟长沙的茶颜悦色有点像，但也还挺好喝的。霸王茶姬。现在我们就去找一家吃饭的地方，我们准备去吃火锅。我发现昆明的火锅店还是很多的，是不是因为昆明离四川比较近啊？咔咔火锅看起来不错，也不是很贵。我跟花臂两个人都是非常喜欢吃火锅，特别是重庆火锅，也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地道的那种重庆的吃法，就是油碟。然后我个人是不太能吃得惯那种北京涮羊肉火锅，麻酱、芝麻酱啊、花生酱啊那种，我都有点不太行。但是重庆火锅的油碟啊这些我就非常的可以。第一次看见这种长罐的加多宝，一般都是那种粗一点的、短一点的，但这个是长条的，第一次见。刚才没关系，给你们倒在锅里面。有没有喜欢吃鸭血？我觉得火锅里面的鸭血很好吃，但是它一定要那种冷锅鸭血，而且要那种新鲜的鲜鸭血。冷锅的时候下进去煮出来就绝了，非常的嫩，非常好吃。刚才他们的店长看我在这里摆了一个相机，然后送了我一份甜品，像一座山一样的甜品，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还挺客气的。挺好的，送了我个甜品。这个甜品外面一圈看起来像马卡龙的东西，
实际都是冰淇淋，都是一个个小小的冰淇淋，就是普通冰淇淋的味道，但这个量真的太大了，这一份完全吃不完。头在中间就可以了。我到家了，然后花臂刚刚临时工作上面有点事情，所以我就先回来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达达，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然后大家都知道，我男朋友花臂他还没有出柜，对不对？但是经过了上次我们一起在昆明生活了一段时间的那个日子之后呢，这件事情其实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那么这期视频呢，我就刚好借着这个话题，我就再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关于出柜的这个话题。其实在之前的视频也有跟大家聊起过，就是花臂他家，因为他家是来自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嘛，他爸爸妈妈那一边的思想可能还是比较传统，比较老旧一点。放在几年前呢，花臂他其实是不太会有出柜的这一些打算的，因为他心里其实是认定了他爸爸妈妈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情况的。他之前其实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然后大家也知道他中间经历了跟拉拉行婚，然后又被拉拉骗了钱，乱七八糟的那些事情。我刚到昆明的那一天，他妈妈还没有走，对不对？他妈妈还在那边玩。然后我呢，当时是以花臂的朋友的身份去的昆明，然后跟他妈妈跟花臂我们3个人一起住在一起的。然后其实在我去昆明之前，我跟花臂其实都很少去聊关于他要不要出柜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都觉得出不出柜是他的自由，我也不需要他出柜去证明什么东西，只要他不去跟侄女行婚，不要去骗婚，一切都没有关系啊。当然花臂他也不会去骗婚的，他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所以我其实是无所谓的，我都是尊重他的。我跟他妈妈还有花臂我们3个人住在一起嘛。花臂在昆明租的房子是4室的，就有4间卧室，离谱吧，4间卧室，租金还特别便宜。哇，昆明租房子比长沙便宜好多哦，我的天呐。他妈妈睡了一间次卧，然后我也是准备睡一间次卧的，花臂睡在主卧，然后我呢其实是已经做好了就是在他妈妈面前演戏的打算了，装直男演戏，然后是乖乖的睡次卧。当天到的时候，花臂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晚上等他妈妈进卧室之后睡觉的时候呢，还是要我去主卧跟他一起睡。但是我其实是有一点不太愿意的，因为我有点害怕，因为他妈妈的卧室跟花臂的主卧只隔了一面墙，我有点害怕他妈妈听到太多的动静了，就是动静。所以我其实跟花臂说，要不就等他妈妈走了之后我再去睡主卧吧，我这几天就先睡次卧吧，反正我也不介意，没关系。但是花臂呢他就不让嘛，他就还是想让我去睡，跟他一起睡主卧。这个时候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其实当天晚上呢我就还是跟他去睡了主卧，就是等他妈妈在次卧睡觉了之后，就准备第二天早点起来然后再自己溜到次卧去的。花臂呢因为我们2个很久没见了嘛，他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老实，就一直在乱动，就反正很不老实，一直在搞来搞去的，我就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妈妈就睡在一墙之隔的次卧里面，我就说不要乱搞嘛，要是被他妈妈发现了不好嘛。但是花臂这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没关系，如果他妈妈察觉到了也没有关系，知道吗？就是很突然，我都已经做好了装直男的准备了，他给我来了这一出。花臂呢他觉得是时候让他妈妈察觉到一些事情了，你知道吗？有这方面的想法了。花臂他跟我说他妈妈最近老是让他去相亲呀，给他介绍对象呀，他应该是被这些事情搞得有点累了，所以他现在的想法就又有一点变化了。他希望他妈妈能够意识到一些问题，就你懂的，就意识到一些问题。
但是花臂他不想就是用一种所谓出柜的方式直接就跟家里人摊牌了，他觉得那样做在他们家的那个环境下是不理智的。他希望跟他妈妈就是有一种大家心里都心知肚明，但是我们互相都不去捅破这一层纸。大家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他希望现在他能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他希望他妈妈也能够不再去将他的注意力放在感情生活上面。所以就是这件事情之后，突然之间让我自己又有一个反思，也不是反思，就是有一个思考。现在很多年纪不大的一些小朋友啊，大家好像都比较追求着一种，就是我一定要出柜，我一定要做自己，我让全家人都知道我是我自己，我不是谁谁谁谁谁。每个人的家庭环境不一样，你得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行为会给你妈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父母去接受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简单的，没有那么的难。难的地方在于周围的亲戚朋友如果也知道了之后，周围的这些亲戚朋友们会给你和你的父母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呢？会有多少的流言蜚语呢？可能你自己本身你不在意，但是你父母他一定会替你去承受这一些东西的。直接去出柜呀，这真的是一个不太成熟不太理智的行为，我一直都是这么觉得。但是经过了这一次花臂的这一个事情之后呢，在我们国家比较传统的思想氛围当中，大家心知肚明，但是就是不去捅破这一层纸。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比较现实也比较可取的。我不去影响你，但是你也不要给我去带来麻烦，也挺好的。如果成功了的话这样你自己也能过得很舒服，你爸爸妈妈他们也能过得相对比较舒服。当然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的，我觉得这也只是方法的一种了。花臂他家里面人的思想的确非常的传统。花臂的妈妈她是只会说他们那边的家乡话，我跟他妈妈交流起来都有时候很困难，因为我听不懂。可以想象得到他家真的是非常的传统的一个家庭，所以面对这样的家庭是真的是很难去做到出柜这样的行为的。再拿我自己来举个例子吧，我跟我妈妈是已经出柜了，大家也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妈妈是一个活得非常的自由。我妈妈从小到大的工作，她是从来都没有一份非常固定的一份职业的。我妈妈她其实性格也是那种比较自由的，喜欢出去玩呀那一种类型的。我跟我妈妈出柜是相对比较简单，虽然她也跟我说她有缓了有半年的样子，但是她还是接受了，而且现在也挺为我开心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里，我妈妈对所有的亲戚朋友们还是一样，她不会去谈论我的任何感情问题。她知道如果周围的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会去怎么样去看待我，然后会去怎样去看待我妈妈。虽然我们俩是捅破了那一层纸了，但也只限于我跟她。我跟我妈妈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捅破这一层纸，是因为我妈妈的思想没有那么的传统，所以她能够去接受。对于那些家里比较传统的啊，一辈子完全不出柜呢，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呢，你会很痛苦，催婚呀、逼婚呀，各种家里的盘问呀，真的是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花臂他的这一个想法呢，可能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吧，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方法。如果你们也有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也不知道。反正花臂他正在尝试当中了，他现在他妈妈应该还是不知道我们俩的关系，但是至少花臂他现在自己有一个方向了吧。大家有什么样子的跟这个出柜有关的小故事呢？欢迎大家写在评论区里面，然后我是很乐意的去给大家解答问题的。那么这期视频就先这样子吧，下期再见，拜拜。